我们酒店望出去有海，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去看一下早餐有什么，我们就要去集合。我们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地方逛这一区，太阳很大，哇，超大！然后很香。选那个啥的。今天我们要参加成功学院，我觉得烟台这边的街景跟他们的房子颜色融合的很好看，就都是这种枯树，然后褐色的。我们这样可以出来的。好的。几块枪枪。拿着破牌子的牌。这两家是一样的。哦，两家是一样的。对，两家是一样的。对，然后那边没有的产品这边有。兔脯的。少用黑豆酱。就最少分量的就好。最少分量的是一斤。好。我们是来这里发柿饼的。请问一下，可以直接走过去吗？可以直接走过去，可以直接走过去。随便走。做什么坏事一样。然后进去吗？哦，这个应该没事吧？它都已经烫过了。哎呀，可以，好迷你哦。哎呀，好迷你哦。这叫啥呀？大疆的啊，大疆的。其实成功学院下午才开始，但是现在早上9点半10点，已经有很多的人已经到了，可能到下午的时候人会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提前来。然后这边周围呢，因为它毕竟要盖一些厂房，所以周围就是地大的地方，就比较不会在什么市中心啊，所以这边的店就比较少。然后主要这边就是卖很多水果，然后我们太冷了，就不会想要吃什么水果。可是他们的草莓很大很甜，而且很便宜。我们刚刚买了一个肉包，这个是芹菜猪肉包，一个3.5块，跟我的手掌一样大。芹菜味很重。这边风很大，就是在室外很冷，可是进来室内之后又有暖气，所以戴隐形眼镜的人眼睛就会比较容易干涩。我们今天上午的行程就是都是这个活动，待会再过半小时我们又要吃午餐，然后12点半要开始进场。下午就是成功学院。入场的时候呢，凭这个手环入场，然后午餐跟晚餐的券。我刚看了一下，好像台湾的是这个黄色，我觉得黄色很好看，
然后中国会员好像是红色的样子，红色也很好看，他们做的蛮好的，这颜色我很喜欢。好，谢谢两位。好的，可以采访一下您吗？好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你好，我来自云南保山，我叫夏娟，希望收获更多，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同时能够给自己带来成长。我是主持人毛山，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年末的马车已经悄悄来临。欢迎各位会场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来连线哪个分公司？走上舞台的是领导人俱乐部的成员们，请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是的，作为领导人俱乐部的成员们，他们始终在舞台的是爱对中国高级领导人俱乐部成员。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韩国首席营销总监金成日先生、朴优玉先生、李慧珍女士来到舞台。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大屏幕中各个分公司的成功学员的现场，领导人。灵魂，真爱灵魂；梦想，经营梦想；信念，坚定信念；服务，谦卑服务。加油！加油！加油！也恭喜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把这2天宝贵的时间留在这里，或许这会成为你人生的第2次起航。未来有一天，你一定也会带着天鹅站到这个成功的舞台上，我们在下面依然为您喝彩。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透过这2天，相信看到的，坚持承诺的，一定会得到想要的。谢谢各位。大家的最终目标是不是首席营销总监呢？ 임페리얼이 되면 여러분들에게 선물이 있습니다. 只要达成首席营销总监的话，大家会有丰厚的礼物的。行了哈，这样多少钱？我光纸签呀，不要那个，因为我用签的。好了好了，总共是33，三个腿一个饼是不是？好。这2个没放辣椒的，我要分3个哦。放辣椒。好了好了。那这个你要去放点辣椒，我要放辣椒的，还有辣椒。好。我给你买一个。我鸡架分3个哦。好了。不要装了。好。不要辣椒。加了。太少了。好，又一个10块。对。2个。20。2个20。10块钱一个是吧？对。好，谢谢杨妈。我们在吃嘉禾叔叔买的烤鸡架。我们在零下2度，在成功学院面吃烤鸡架。现在零下2度哦，但没有很冷。现在外面都是人，因为成功学院太多人排队了。对啊，好多人排队，所以我们都出来外面吃。菜色比较少。对，而且你看，这台湾成功学院真的很幸福。你看，他们为了做成功学院的生意，排了一堆摊贩，然后到外面来吃饭的，因为排太长了。好好吃哦。好，拜拜。这是鸡蛋灌饼，然后薄薄的饼跟蔬菜，还有一些火腿肠，就有点像我们的香肠一样。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
It's me。到营销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好在我遇到的是爱多美。想着以后的生活，2015年我果断辞去工作，投身到大健康行业来。近些年一直处于休息状态，年过半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作为职业女性，个人事业没有可圈可点的成绩，我不甘心。尽管我没有行业经验，没有现成的班底，但是我们一场一场聚会讲，一张一张脸亲自刷，一个一个的服务中心、工作室开起来，慢慢的，我们也开发出来了一片市场。分享一下爱多美是如何改变我的命运的。经营爱多美之前，我是一名国企上班族，因为我的性格闲不住，喜欢搞点小副业，开过茶园，也做过房地产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次的错误，上班的时候觉得拿着还不错的工资，但是那几年的时间里呢，我飞遍了全国100多个城市，每个月大约有20多天的时间都在出差，都在外面。那个时候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那对自己的生活的要求呢，我也慢慢的在这一份成长里有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追求。这个创业的路上，我可能在遇到拒绝，在遇到别人泼冷水，别人不信任的时候，就会玻璃心，就会想要去放弃爱多美。其实我是没有的。我们现在要去万达广场里面，现在已经9点半了，他们好像只开到10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去看。又看到了 Uniqlo， 这是我的爱店，我又解锁了一个 Uniqlo 了。结果你知道，其实我在淘宝上面的旗舰店买了，没想到在正隔壁，然后我还等他等了超久。来逛一下烟台的 Uniqlo。哦，好辣！太辣了吧，老谭！嗨，大家，现在是第一天的中国成功学院晚上，现在11点40分，然后我们现在在吃我们的宵夜，有超大颗的草莓，这样一篮一盒只要42块人民币，相当于大概就是台币的200块，而且它很大，然后又蛮甜蛮香蛮好吃的。然后还有一个老坛酸菜牛肉面，还有一个花生。今天在那个成功学院的，就是总部外面，他们会有几个小车子、小摊贩卖东西，有卖苹果，然后柿饼、砂糖橘，3种颜色的番茄跟葡萄。他们这里的水果蛮多的。这个是那个水果的部分，然后还有熟食的部分。熟食的部分有
肉夹馍、鸡蛋灌饼、烤面筋、烤肠，然后还有炸物、烤类的东西。烤鸡架蛮好吃的，他们那个是大致的那个叫鸡腿，类似鸡腿排那种感觉。总部那边就是气温大概就是0度左右，所以你一出来你就会很想要吃热热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参加成功学院，有很多来自各个地区来的人，有一些人就是他们都是要搭飞机，而且他们的票好像只有4000张票，就是是一票难求的地步。然后从多远的地方他们都要，不像在台湾就是有3地，然后我们就只是要坐个火车或是高铁，坐车可能2-3个小时，1-2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他们都还是会愿意每个月就是这样来，因为他们也不一定每个月都可以来，所以他们都很把握可以来的机会。这个是外面环境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中国的成功学院真的还蛮值得参加的，就是尤其是总部，因为我们这次是参加总部，他们的设备在参加一个实境秀那种感觉，不管是投影幕那些也好，然后声响以及他们的背景的一些动画，然后到后面有些就是有点像在听演唱会他们不是都会有那个给那个歌手那种台词机嘛，他们也会有那种提词机，而且他们还会有那个时间倒数计时，然后大家就会很精准的按照那个时间，所以他们整个 round down 完全照表操课。其实他们就连就是参加者，就是会员本身，他们的服装就算年纪比较大一点，他们还是有点算是穿套装，因为毕竟现在这边天气很冷，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穿那种高跟鞋啊或者丝袜还是什么的，可是他们就会穿那种小香风的那种外套，对裙子，对，没错，就是一些什么像是什么鱼尾裙，然后或是一些西装裤，他们几乎都穿这样正装的。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年轻人，其实我看到的数量是比台湾还要来的更少的，在这边可能年轻人市场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在大陆这边比台湾可能还更多人想要朝这种自媒体类的去发展，所以如果你想要吸引年轻的话，你可能自己也要朝这个方面去经营一下。然后当然就不用讲大陆这边的口条，不管是主持人还是讲师，他们口条都超级好。所以刚开始那个公司介绍，他就是唯一一个没有用提词机的讲师，然后他们自己都会称老师，对，然后他很厉害，就是用现在目前的趋势去帮你做分析，为什么要经营爱多美？因为第一嘛，它是零元创业嘛，你只要把你的资源，就是使用产品的一些分享出去，然后把这些就是会使用产品的一些消费者、爱用者变成你的资源。他说我们跟爱多美是合作关系，对，有分3种，基本是金钱投入嘛，这样你跟另外一个合伙人，对，你投100万，他投100万，对，赚了就分一半。那赔了也是分一半，就是分一半这样。对，我们不是金钱的。然后第二个好像是说技术，但是我们也不是技术合作。然后第3个就是资源合作。对，我们就算是爱多美一个人的形象，他也有做分析说，刚开始的话，我们就是不能只总说我们认为好的产品。有位老师有分享到，就是因为他的算是薪资不错的，所以他女儿用的一些保养品都很贵。对，我听到他那个保养品卸妆乳要900块钱人民币哦。妈妈已经先进入爱多美系统了，所以会买一些产品陆陆续续使用嘛。然后他因为他女儿也是年轻人，也希望他女儿说有用爱多美的产品，想说就是可能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什么之类的。毕竟现在年轻人的话，分享的话就是带动会更快。女儿就是刚开始都不屑爱多美产品就放内，然后结果因为他们是可能会定期去保养，美容院保养。然后就是那里的那个美容师就会说，妹妹你的那个可能卸妆的步骤可能要去调整一下，因为你的卸妆没有卸得很干净，会导致你可能有些毛孔堵塞之类的问题。机缘下，然后不得已刚好只有爱多美的那个卸妆乳，然后他就用了一下这样子。他自己使用过以后，因为自己感受最大嘛，他自己用过卸妆油发现真的好像就是卸得蛮干净的，然后他就自己默默的就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去美容院保养的时候，那美容师说妹妹你很不错哦，你那个卸妆有进步哦，就是整个脸啊卸得很干净，皮肤就是状态很不错，不会有什么多留的那种残妆导致皮肤堵塞。他的女儿就因为了一样东西感动到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就使用产品，跟妈妈进入系统这样子。其实刚开始大家都是从产品被感动。
有一位老师的晋级感言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邻居是一位很有气质的有一天，然后就跟他就是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他借一个充电器？还他的时候递了一支牙刷给他。反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结缘，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形象很好，对，所以他就开始使用产品，就聊着，然后就说，不然周末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家里体验一下他们其他的保养品，因为他们就有聊到益生菌，然后就觉得这个小姐姐她对于益生菌就是也很了解，然后也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吃益生菌，对，所以他们就有共同的话题。因为其实它设计行业虽然也算是高薪资的，毕竟是一个专业啦，对，高薪的行业，对。然后他也是平常就坐办公室啊，帮客户改一些就是设计的稿子，这一次这样子。之后认识爱多美后就慢慢进入系统嘛。但有一次他就是已经提前请假了来烟台，可能类似成功学院。但是又被公司临时扣说要在马上改某个方案要给顾客，顾客不满意，因为他平常都是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他已经养成了随身携带硬碟的习惯，所以还好那时候他有硬碟备案在身上，所以他才能够更快速的把方案改给顾客。然后前面呢，就是因为没有电脑啊，他没有带笔电出来啊，所以他就问了很多家，都是不借或是设备太老旧没办法传，最后还是从爱多美的办公职员这边协助到他把资料传送出去。虽然他这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但是客户不满意这个方案有要修改的地方，就马上被主管说马上改给我。所以他就是工作了10几年吧，对，他最后就决定他要认真经营爱多美，对，因为他很强调那个小姐姐形象很好，气质很好，所以就会让人家就是对于他分享的东西，他会觉得好像更有信任感，然后觉得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然后最后他就有介绍这个小姐姐是谁，是我们成功学院活动的主持人。他真的看起来超有气质的，而且他们讲话都是有练那个台风，讲话就是语速很慢的，然后口条很清晰，这样。就算他们在台上没有讲话的时候，就是可能背景是播放影片还是什么，他们都还是很端正的站在那边，然后也都不会交谈。台风真的很不一样。其实我们觉得这一次晋级的都是一些本来工作其实收入就已经不错的，对，都是一些类似高阶主管或是自己创业，家里有土地的。但是你看他们就算是已经有一笔。就是已经赚到一笔资金，或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职业，但是他们还是会想要转换跑道，换到一个让他们更自由，因为他们就是赚过了这些钱，知道这些钱是要怎么样子辛苦的赚来的，然后加上可能他们当老板有一些接触到一些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比较不一样，视野变得不一样，所以他们可以看得懂爱多美的趋势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跟昨天就是有一些领袖在跟我们分享说，月薪3万块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30万到50万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去赚钱的，他们不相信被框架住，还是思维就被框架住。30到50万的不相信赚几百万的人是存在的，他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做到。对，那个就是收入几百万，维度不同。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产品所以想要来投入爱多美，可是一定是有人是因为看中了爱多美的未来的经营趋势，对，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些老板们他们当初到底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决定想要来投入爱多美的。那如果连这些老板们他们都相信爱多美是一个可以成功，那我们这些本来就已经没有赚的比他们还要多钱的这些小员工们我们又怎么会不去相信这件事情？他们看到是远大的一个那个，就像那个就是年轻的那个，他也是因为接触到他们的老板，因为他刚开始说他羡慕他老板的生活，他觉得他很崇拜他老板，就是他是一个女强人，因为老板就是自己创业，他的生活就是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陆剧里面的那种事业女强人的生活状态，运动啊，然后或是海边有一间民宿或什么的，对，有别墅，有豪车，对，还有豪宅，然后你想要去吃下午茶就去下午茶，上班时间你可能只是来过来闲晃一下公司，看一下状况这样。因为他就是接触到他老板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知道有这样子的生活，所以让他也想要未来变成这个样子。对，他们家有4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是老大嘛，姐姐的话就是可能要照顾弟弟妹妹这样子，然后他们家的话就是他父母其实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因为生病相继离世了，所以他又是大姐，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出社会赚一些钱啊，供弟弟妹妹上学啊，所以他其实蛮有压力的。看到他女老板这个生活条件这样子，他也很向往这样子，很多时间可以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他其实不相信他是可以做成那样子，然后直到他20几岁的时候，
接触到爱多美？接触爱多美之后，就是设定他的目标了。他就开始实现，就是去执行，他执行力真的很强。他就是把这个趋势跟他身边的人讲，就直接讲说他其实是一个商机。而且他一天是分享20-30人，对，教了我们了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先把你自己搞定。他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就是以他这样子，就是很坚定信念，要我们想他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是成功还是失败？他说他刚开始前面几乎都是100%，全部都是失败的。可是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多美，然后非常坚定信念，所以就算有人拒绝他，他真的都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完全没有。我觉得可以感受得到他，就是你真的对这间公司真的很了解，然后真的不会因为别人的拒绝，然后所以觉得很伤心。我觉得那一种气场是人家可以感受得到的。有些人就是在分享爱多美的时候就会很别扭，然后或是觉得说这好像在台湾这就是一个直销，然后就被这个东西框架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他们就是一个电子商务。今天的公司介绍号讲说，爱多美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流通平台。就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只要把我们就是在这边买东西的这个概念输入到你自己的脑内就好，不要去想说这个是什么直销还是不直销，就是这个完全不是重点。他有跟一个朋友分享了可能5、6、7次之类的吧，很多次，对，然后朋友都不想听，然后直到最后一次，他就跟他讲说：“我今天会跟你讲最后一次爱多美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如果你不听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可能会失去你在广州可以买车买房的机会，而且可能是你这辈子的唯一一次机会。然后结果朋友听一听就说好吧，那晚上通电话，对，通了1个多小时。但是因为通电话跟见面还是不一样，所以他到时候就飞去找他，然后他们就聊了一整个下午。然后结果这个伙伴呢，他也在台下，他跟他都是领袖俱乐部，对，他们都是皇家领袖俱乐部的成员。他说他自己的目标是他希望他1年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到达某一个位阶，当然不只是销售大师，2年的时候月收入100万还是什么的，对，所以他就说他在30岁前还是什么时候他就已经月收入100万了。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一个女生，就是你可以看到她，就是她说她1年上健身房次数，她说她算了一下113，对，就是平均1个月就大约就是10次，所以她就说穿今天如果穿对穿合就可以看到她身马甲线跟腹肌，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我觉得尤其现在在这个社会，就是女生其实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有能力了，然后女生普遍也都很向往，就是自己能够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不要说是女强人形象，就是在工作你也做得很好，然后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你也把它经营得很不错，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所以他就是90后，顶多大我个4、5岁，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年收1000万欸，就是皇家领袖俱乐部在台湾就是反正就是年收1000万，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这种想不到的，真的有可能吗的那种数字。我觉得中国成功学院真的非常的值得参加，因为毕竟语言你是可以互通，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当然韩国一定也很不错，我没有参加过，我觉得那个气氛跟那个感受，就是你听到，然后你先看到了，然后你到时候才翻译才听到，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大陆这边的成功学院，他们连那个表演的环节都很好，就是请的那些团体都是很有实力的团体。他们的成功学院的行程可能跟台湾其实是一样的，时间都是大概这么久，可是在这边你会感受到他们每一个环节都是很丝滑的，完全没有让你想要去上厕所的感觉，然后也没有让你觉得冷场或是哪一个环节怎么样。可能是因为我们本来的那个风格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第一次就是体验会特别的觉得就是我们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来这边采访的话，我觉得是还蛮值得来的。我觉得如果以后有一些就是真的他是想要认真经营的伙伴，我也会想要带他们来这边。这个名额是我们要特别申请的哦，对，他们特别给我们的一些名额，不像他们一样就是要用抢票的，所以有机会可以来的话真的可以来。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这一趟收获，我觉得直到今天特别的觉得就是很有收获，因为毕竟今天才是我们就是本来就是要来这边的
主要的目的。明天不知道活动会怎么样，可是今天光是今天这样子，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超值了。然后你也还看到很多一些韩国的一些领袖也都有来这边。然后今天那个韩国金城日宗王大师他也有来，他真的是我在爱多美，其他领袖当然都很好，但是你总是会有一个特别欣赏的那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每一个宗王大师他们都是偶像，大家都会想要去照相。可是我不是那种感觉，不是说我看到宗王大师我要跟他照相，而是我之前就是看到那个金城日宗王大师他一些采访，以及包含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我就是很喜欢那种他讲话很沉稳，然后讲话很有内容，然后也是一个他是一个想法很多，然后讲出来的话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但是你又觉得他很低调，你知道那种很制式化那种喊话，他不是那种不是那种风格，对，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可能情绪没有这么的激昂，可是你是可以感受到他是真的很真诚的在讲这些话，然后包含他以前的经历，那些就是以前也是不是当老板的那种，但他后来也是这样子很努力的把它做起来。然后今天就刚好看到他，然后原本想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拍照，结果我们在就是买完我们的晚餐之后进来看到他，然后他旁边就是只有一个员工跟着他，一个职员跟着他，然后我就赶快冲过去，然后问他说可以跟他拍照。像在台湾你可能看到一个星光大师或看到一个王冠之类的，就会觉得说偶像情节就是我要去跟他们照相，可是我们今天来这里几乎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画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顺便是今天唯一跟他照相的人。对，我就觉得好棒哦，真的跟我的很喜欢的领袖拍到照，梦想实现，明年一定会更棒。公司介绍那个老师他也讲了非常非常非常多金句，这金句我可以就是再把它打在旁边，或是你们可以去 follow 我的粉专，因为我粉专会发比较多就是这种文字类型的东西，可以去看。我觉得那些文字不是用背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提词机的人，真实的他的那个感受，然后他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每一句话讲出来你都觉得天哪，就是形容的也太到位了。对，超厉害的，对，就是每讲几句话，真的是有震撼到，现场有震撼到。像我们不是有那个天鹅的那个勋章吗？然后那个天鹅勋章它其实有分很多个等级。他说1只天鹅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高枕无忧，2只天鹅可以让你这个家庭高枕无忧，第5只天鹅是你可以让很多家庭的好几代高枕无忧。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责任的累积。突然觉得很有意义。他还有说一个，我们日常在创造奇迹，但奇迹就在日常，然后爱多美就是那个日常。拍手。总之我觉得都很棒，真的都很棒，他们的谈吐啊还是什么，就是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这些仪态，然后以及他们讲出来的那个方式，因为我们讲话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又讲话可能很快或是怎么样，但是他们可以给人感觉是你不会觉得听得出来他好像很紧张，他好像没有准备好，或是他怎么样，你不会听得出来他们有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一整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顺畅。我们要补充一下，就是其中一个上聘的，他可能也是他主播，他的那个口条跟其他人又不太一样，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就是主播采访类型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就是分享到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 part， 他就在讲说他们去参加玫瑰之旅吧，还是公司招待的旅游这样，他就在他的82岁的妈妈一起去，然后因为妈妈好像也去了蛮多次了，对，妈妈也是一个经销商这样，因为年纪比较大嘛，然后所以人家就会想要去了解说为什么年纪比较大，然后还会想要来了解爱多美还是什么，所以就会常常采访他，然后想要请他分享一些心得。那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就是不太会说话，然后也不太喜欢被采访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有稍微的就是抱怨一下说为什么每次都要就是跟他采访。那他说因为他说他普通话不好，对，因为他不太会讲普通话，然后所以他就说如果下次公司还要采访他的话，他下次就不要去了。然后就有一 part 就是很感人。在今年10月份韩国济州岛之旅的时候，我们有几位总监老师，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他们见到我妈妈的时候就跟她讲，他说阿姨，我们一见到你就想起我妈妈，阿姨
我一见到你就想起我妈妈。每当这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说：“你要帮助我快速晋级，我要多参加公司的活动，多激励伙伴们，快点成功，早点带他们的父母来旅游。”而今天83岁的资深经理，他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2025年他要达成营销总监。那时候就很多人就是都犯雷，连那个老师他自己也都讲到犯雷。你还会想要再来一次吗？会，而且就是可以的话，真的要带伙伴来。我觉得在这边你可以就是感受到更有能量，真的，而且他们很多小细节都做得很不错。上聘，然后花个机票钱，然后可以来参加这个，然后又住得这么好，然后公司的员工也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下一次还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再来。好，大家晚安，拜拜，拜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